俗话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很多人以为端午节只是吃粽子的好日子，却不知道在老祖宗的历法里，这其实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却也最容易气场混乱的五毒月。想要在端午节这最凶险的一天，稳稳地守住家里的元气，让下半年的运势安安稳稳地往上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检视节日里最常做却也最容易犯错的一件事，那就是对着神明与祖先的祭祀。你敬神祭祖的时辰到底对不对？你桌上摆的贡品，手里的香，是不是无意间犯了规矩？很多时候家里之所以气场不顺，做事总是遇到阻碍，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看不见的规矩上踩到了雷区，失去了对天地万物的恭敬心。接下来我会结合老祖宗的智慧，以及佛法里戒相修心的道理，带你把端午节拜拜千万不能犯的3个禁忌，毫无保留地讲清楚，说明白。这第一道关卡也是现代人最容易跌倒的地方，那就是乱了敬神祭祖的先后顺位与时辰。我来讲一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生活情境。现在的人生活步调太快了，平日里工作忙碌，压力大，好不容易盼到端午节放个连假，大家心里想的往往是希望能多休息一会儿，早上想多睡一下，凡事图个方便，求个效率。于是很多人会挑在一个接近中午的上午，可能10点半、11点左右，把一大早去传统市场买好的三牲、水果、粽子摆满一整桌丰盛的贡品，心里盘算着，不如把神明、祖先还有家里的地基主一气呵成，全部挤在同一个时间点祭拜完吧。反正我都有准备这么丰盛的东西，都有敬神祭祖啊，神明慈悲，应该不会计较，心意到了就好，对不对？各位朋友，当你心里浮现心意到了就好，不如一起拜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这恰恰犯了端午节这天最大的一个忌讳。你以为你是在祈福，但其实在无形之中，你已经把天地运行的规矩给打乱了，也暴露了内心的急躁与轻慢。在佛教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金刚经》的开篇，有一段非常有意思、非常写实的描述。经文里并没有写佛陀展现什么不可思议的放光动地神通，而是非常平实细腻地记录了佛陀的生活日常。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食，饭食器，收衣钵，洗足矣，复坐而坐。大家仔细看看这段话，连彻悟宇宙真理、福慧圆满的佛陀，他在每天吃饭、穿衣、托钵、化缘、洗脚、打坐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一点都不会乱。他到了吃饭的时间，先穿好袈裟，拿着钵走到城里去，挨家挨户的化缘。吃完饭后，把衣钵收好，把沾满尘土的双脚洗干净，最后才铺好座位坐下来。在佛法里，这种按部就班、不疾不徐的规矩叫做次第。为什么佛陀要如此讲究次第？为什么要把这么琐碎的日常记录在《金刚经》的第一段？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它运行的轨迹，外在的顺序其实反映的是你内在的恭敬心与定力。顺序一乱，就代表你的心急了、散了，只想赶快交差了事。心一散，周围的磁场自然就跟着乱了。连佛陀都如此遵守生活的次第，何况是我们凡夫俗子面对天地神明呢？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家里供奉的这3位神明、祖先、地基主，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吗？他们能接收能量的频率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空间与能量场。首先，我们来说神明。神明属阳，代表着天地之间最纯粹的正气。拜神明
你要顺着一天里面阳气由生发转向旺盛的这条线来请。什么时候最好？大约是早上的9点到11点之间。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早晨的阳光刚刚升起，天清气朗，空气里还没有沾染太多世俗的浊气与车辆的废气。这个时候，你怀着清净的心，点上一炷香，那股香烟的清气能够毫无阻碍地直直地往上走。神明属阳，它在那样清透纯净的磁场里，才能清清楚楚地接收到你递上去的心愿，感应也最直接。接着我们来说祖先。祖先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血脉来源，在宇宙的位阶上属性居中。祭拜祖先最妥当的时辰是挨着中午的11点到12点之间。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中间的时段？因为正午是一天之中承上启下的终点。我们常说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在这个时间点拜祖先，不仅是请长辈回来吃顿饭，更是象征着一家人的香火、血脉与福气，能够从祖先那里稳稳地承接过来，再平平安安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子孙。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辰。最后，我们来谈谈最容易被搞错，也最常被忽略的地基主。地基主属阴，在传统民俗的观念里，它是护佑着我们家宅基时的地神，位阶和身形都比较低，类似于守护这块土地的基层神明。对于属阴的地基主，你绝对不能在大清早阳气最重的时候去拜他，你必须等到过了正午，日头开始往西斜，气温稍微降下来，也就是大约下午的2点到5点这个区间，他才方便出来领受你的供奉。各位朋友，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为求效率，在一大早9点、10点，阳光最猛烈、阳气最刺眼的时候，就端着贡品去厨房拜地基主，那就等于是拿着最强烈的手电筒光去直射他的眼睛，他根本就近不了身，只能躲得远远的，更别说来保佑你们家的出入平安了。端午节这一天，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一年当中阴阳交替最剧烈、门外游荡的混乱气场最多的一天。规矩就是规矩，次第就是次第。如果你因为想省事，时辰一错，胡乱的朝外摆供桌、开门点香，以为有拜有保佑，这不只是白忙一场，弄不好你等于是拜错了门，把不同磁场的能量全部搅和在一起。原本想求个家宅平安，结果却因为不懂得次第的智慧，把家里那道好不容易用艾草守住的无形大门，反倒给大大地敞开了，让外头的混乱气场趁虚而入，导致下半年的运势起起伏伏。所以记住这个微小但至关重要的行动准则：敬天地要先顺应天地的自然时间，分开时辰拜，按部就班的来，才是真恭敬，也才能真正把心安住在当下。很多老菩萨、婆婆妈妈一到端午节前夕，心里就开始操烦，大清早提着菜篮去传统市场，人挤人，肩碰肩，好不容易顶着烈日把大包小包提回家，又急忙钻进闷热的皂角里，一边开大火烫全鸡，一边顾着蒸笼里的减重，汗如雨下。等贡品端上神明桌，心里已是一团乱麻，嘴里还忍不住碎碎念，为了拜这一顿，真是累死人。这就是过节最常犯的毛病，身忙心更忙。端午节阳气最盛，老一辈说正午要接50水辟邪，这水之所以灵，全在接水时的定心。若心如市场般喧闹浮躁，神明感受到的也只有疲惫。若能在打开水龙头时默念一句阿弥陀佛，把善念注入水中，这桶水便是清凉甘露。越是忙碌的节日，越要把脚步放慢，把每一次端盘子、点香当成一次收心。神明桌前求的不是排场，而是一念清净的欢喜心。讲完了第一道关于敬神祭祖先后顺位与时辰的关卡，接下来
我们要面对的是供桌上的考验。很多人为了少洗几个盘子，为了省一点买水果的钱，往往会犯下第二个大忌，而这个忌讳直接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最容易被忽略的傲慢。这第二道关卡，也就是第二个大忌讳，贡品和香炉的混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桌的贡品先摆在神明桌上，拜完了神明，撤下来，原封不动地端去拜祖先，接着再撤下来，又端去厨房拜地基主。一份水果，一只鸡，跑了3个地方。朋友啊，这一步万万不可。我不用艰涩的宗教戒律来压大家，我们用生活中的同理心，用我们最熟悉的人情世故来做个比喻。假设今天你收到了一盒非常昂贵且包装精美的进口水蜜桃礼盒，你自己先拆开来，拿了几颗去招待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大家吃得津津细味，觉得很甜。等到过节回老家的时候，为了省钱，图个方便，不想再花时间去水果摊挑礼物，你就顺手把这盒已经拆过包装，里面还空了几个洞的礼盒提回去，孝敬你的老父母。你想想看，当老人家满心欢喜地打开礼盒，以为是孩子特地为自己准备的心意，却看到里面是不完整的，是别人吃剩下的，挑剩下的，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泛起的绝对不会是哎呀，孩子有带东西回来，有吃到就好的喜悦，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心酸与失落。他们不会当面责怪你，但他们心里会觉得，原来在孩子的心里，我只配吃别人挑剩下的，原来我的地位只能捡别人用过的。各位朋友，我们在世俗的生活里都非常清楚，拿别人用过、吃过的东西去送给长辈，是非常失礼、非常伤人的行为。这是一种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的轻慢。那么，为什么到了神明桌前，面对那些常年保佑我们一家老小平安、庇佑我们逢凶化吉的神明与祖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觉得神明领受过的，祖先接着吃，祖先吃过的地基主接着用，这样是说得过去的呢？这绝对不叫供奉，这叫敷衍，这等于是把人家领过的东西随便往下一位面前推，好像是在打发乞丐一样。为了讲透这个道理，我们来说一个佛教里非常著名关于供养的经典故事。在佛陀时代，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国王，叫做阿育王。阿育王在他的前世其实只是一个在路边玩耍的小男孩。有一天，佛陀带着弟子出外托钵化缘，经过了这个小男孩玩耍的地方。小男孩看到佛陀庄严的法相，心里升起了极大的欢喜心与恭敬心。他想要供养佛陀，可是他身无分文，什么都没有。于是他捧起了一把地上干净的沙子，用最虔诚、最纯粹的心，把这把沙子放进了佛陀的钵里，当作是供养的食物。旁边的弟子看了觉得很奇怪，心想沙子怎么能吃呢？但是佛陀却非常欢喜地接受了，并预言这个小男孩因为这把沙子所蕴含的100%的恭敬心，未来将会成为护持佛法的大国王。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小男孩手里拿的虽然是毫无价值的沙子，但他给出的是全部的真心，是没有经过别人染指的最干净的诚意。对比我们现代人，我们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高级水果，物质条件比那个小男孩好了不知道几万倍。可是，如果我们把拜过神明的东西再拿去拜祖先，把拜过祖先的东西拿去拜地基主，我们心里的那份诚意其实早就大打折扣，甚至变成了一种图方便的傲慢。我们给出的连那把沙子都不如。香炉更是同一个道理，神明、祖先、地基主这3位的香炉，万万不能为了图方便就混插成一炉。个人的香火各归各位，这是天地之间规矩的根本。这就好比每个人的信箱都是独立的，
你把所有的信件全塞在一个信箱里，不仅杂乱无章，也显得毫无敬意。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曾经说过一句很重却也很真实的话，他说：佛法无他，唯诚与敬而已。这两个字，诚与敬，点破了所有祭祀与修行的真相。你心里图的是一时的方便，为了少洗2个碗，少花几百块钱，可是在无形之中，你却把长幼尊卑的分寸给全打破了。拜的从来都不是桌上的那块猪肉、那条鱼、那颗苹果，而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对祖宗长辈的感恩。顺位一乱，香火一混，贡品重复使用，你嘴上念得再怎么好听，再怎么虔诚，那份心也是散的，是虚假的。当这份敬畏心变成了傲慢心，家里的福报往往也就从这些不起眼的缝隙里悄悄地流失了。你觉得怎么最近常常破财，事事总是不顺遂？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在细节里弄丢了福气。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常说，白白的贡品绝对不能混，因为守住贡品的清净与专属，其实就是在守住我们内心的那把尺，守住那份不期暗示的沉静之心。说到供桌上的讲究，不得不提另一个让长辈纠结的问题：贪小便宜的习气与杀生的传统。在古早社会，端午是大日子，家家户户杀鸡宰鸭，才觉得对得起祖先。但学佛的老菩萨明白慈悲的道理，佛陀教导不杀生，若为祈求家宅平安，却要在过节这天断送众生性命，满桌沾染恐惧气息，在因果上实在得不偿失。现在市场里做得很精美的素三牲、素鲫鱼到处都是，免去了一场杀业。用素食、素粽敬神祭祖，不仅神明欢喜，更是为子孙积阴德。另外，很多长辈一辈子省吃俭用是美德，但在准备贡品时，这省若变成佛教里说的悭贪，变成了修行障碍。有些婆婆妈妈为了5块10块，在水果摊讨价还价，挑了表皮碰伤发黑的便宜水果，心想拜完自己吃，消掉烂处就好，神明不计较。其实神明不需要吃那颗水果，但你的心却在凑合中长养了我执。布施是菩萨6度第一步，买贡品就是对天地神明的布施。你舍得拿出好东西，放下对金钱的计较，心量就打开了，福报自然进来。省下的几十块不能大富大贵，但因悭贪漏掉的福气，花再多钱也买不回来。讲完了不可混用贡品与香炉的第2个禁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眼前这些贡品本身的面相与长相，这就牵涉到我们今天最关键的第3个雷区。为什么端午节这天，有些水果你千万不能端上桌？这第3个雷区就是贡品残缺，不讲究相。在佛教的教义里，相指的就是外在的形象、表象。虽然佛经经常教导我们要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不要执着于外表，但在还没有达到完全开悟的境界之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必须借由庄严的外相来收摄、训练自己散乱的内心的。这就是所谓的戒相修心。端午节的供桌上，老一辈的人最讲究的就是2个字：全与圆。什么叫做讲究全？最常见的就是端上桌的那只全鸡必须是完完整整的，连头带爪都要在。现在很多年轻一辈为了图方便，为了锅子好放好煮，或者想说干脆请市场摊贩剁成一块一块的再端上去拜，这样等一下拜完要吃也比较快，不用再切。但是各位朋友，在敬天地敬祖先的规矩里，那一刀切下去就多了一个断字。万物皆有磁场与能量，一个断字就代表这份贡品的气场不完整了，是支离破碎的，是残缺的。
你把残缺的能量供养上去，又怎么能祈求圆满的庇佑呢？那么，什么又叫做讲究圆呢？供桌上的水果，老人家总是叮咛，要去市场挑那些圆润的、完整的、皮面光洁、没有伤痕的。特别是在端午节这一天，有几样水果是长辈们的禁忌，是绝对不能上桌的，比如芭乐和番茄。这类满肚子都是籽的水果不能拜，因为这类水果籽多且硬，在传统民俗观念里被视为生生不息，容易随着排泄物随处生长的象征，拿来拜神带有不洁净、不恭敬的意味。还有释迦，因为它那凹凸不平的外形，像极了佛祖头顶的肉髻，你把它端上桌去拜其他神明或祖先，那是天大的不敬，是对佛菩萨法相的冒犯。另外像是水梨，因为梨的谐音就是分离的离，在我们祈求一家人平安团圆的节日里，最忌讳这种分离离散的兆头。语言的谐音其实也是一种念力，会产生相应的磁场。除此之外，那些被稍微咬过一口的，在袋子里撞坏缺角的、发黑的，或者是隔夜反复加热卖相已经塌掉的菜色，通通都不能端上桌。老人家坚持宁缺毋滥，因为残缺败坏的表象传递上去的全都是散乱漫不经心的坏讯号。我知道听到这里一定会有些比较铁齿或是觉得繁文缛节太多的朋友在心里反驳，师父啊，拜拜不是常说心诚则灵吗？神明那么慈悲，怎么会跟我们计较这些水果长得漂不漂亮，鸡有没有切块呢？这些是不是太迷信了？各位朋友，这句话问得非常好。表面上看，神明确实不会贪图我们的一口饭吃，但这其实牵涉到佛法里非常深、非常细腻的一门修心道理。我们再来讲一个弘一法师晚年修行的真实故事。弘一法师出家前是才华洋溢的才子，出家后持戒极其严谨，是律宗的祖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依然经常在房里恭敬地抄写佛经。有一次，他花了很多时间用毛笔抄完了一整段的经文，旁边的弟子接过来一看，发现其中有一个字的笔画在转折的地方稍微写得粗了一点点，墨水晕开了一点。弟子觉得无伤大雅，反正字还是对的，意思也没有错，加上师父身体那么虚弱，就不需要重写了吧。但是弘一法师看着那张纸，二话不说，直接把那张写了一大半的经文拿掉，重新铺上一张干净的宣纸，提笔再写一张。法师对在场觉得可惜的弟子说了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佛菩萨当然不会计较我这个字写的粗还是细，佛菩萨哪里需要我看我写的字呢？但是我抄经是为了打磨我自己的心，如果在这点事项上，也就是在这些外在的笔画规矩上，我都可以随便将就，觉得差不多就好，那么我的心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圆满，没有漏洞呢？一处随便，处处随便，心里的贪嗔痴就会从这些缝隙里钻出来。是啊，神明和祖先是绝对不会计较你端上来的苹果是不是撞破了一个洞，他们不吃人间的烟火。我们供的确实是那份心意没错，但是这份心意得先过了相这一关。如果你手里端着的东西是碎的，是断的，是你随便在冰箱里挑剩下的，你的心里其实想着的是随便啦，有拜有保佑就好，赶紧弄完赶紧休息。那么你嘴上念的再怎么虔诚，手里拿的香举得再高，你的心也是傲慢的，是充满着怠惰与我执的。佛法告诉我们，事项上的圆满是为了长养我们心地的无漏，外在的严谨是内在清净的倒影。我们在端午节这一天早起去市场挑选最漂亮的水果，把贡品准备得整整齐齐，圆圆满满，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其实这不是在讨好神明，
而是在练习收摄我们那颗容易随便、容易将就、容易散漫的心。当你愿意放下手机，花时间安安静静地把桌上的每一份贡品都摆正了、对齐了，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呼吸会变慢，你的心自然也就跟着端正了。这种端正就是最好的风水。除了供桌上水果与菜色的残缺，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香，那就是家里神明厅本身的整洁与庄严。神明厅是屋子的心脏，也是家里的磁场核心。很多时候，我们只顾着忙灶角里的大鱼大肉，忙着绑粽子、切水果，却忘了先拿一条干净的专属抹布，好好把神尊前的水杯擦亮，把香炉旁散落的香灰拂净。禅宗神秀大师有首寄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神明桌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明镜台在现实中的显化。如果你家神明桌上还堆着几天前没收好的杂物，打火机随便乱放，红色神明灯积了厚厚的灰，那么就算端上再完整名贵的贡品，那份供养的心也是被世俗尘埃蒙蔽的。一个杂乱的祭祀空间，怎么可能接引到清净吉祥的能量？所以端午节清早摆放贡品前，请先做一次神明厅的微扫除。擦拭桌面时，在心里观想，我不仅是在擦桌子，也是在擦拭内心的贪嗔痴。我不仅是在清理香灰，也是在扫除上半年的晦气与不顺，打理得一尘不染。光站在那里，心就会无比安定。这就是透过圆满外相来修内在的清净。所以守住时辰的次第，不混用贡品与香炉，端上完整的圆满香，这三大禁忌的避开，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守住外在的规矩。讲完了这外在的三大规矩，在这半年当中，气场最乱的端午节，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向内守住我们自己。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躲在深山里，而是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里。在进入微修行前，必须直面端午这天家里最常发生也最破坏风水的考验，家人间的摩擦与嗔恨心。长辈想把节日过得圆满，自己累得腰酸背痛，也希望晚辈参与，一大早叫媳妇帮忙洗粽叶，或让孙子放下手机摆碗筷。但年轻人生活习惯不同，平时工作累，放假想多睡，甚至更倾向买现成饭菜。这时长辈无名火一冒，脸色一沉，忍不住骂年轻人不懂规矩，没大没小。老菩萨们当这句带嗔心与委屈的话说出口的瞬间，家里好不容易聚起的福气，就像被针扎破的气球，全漏光了。佛陀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端午五毒月最容易心浮气躁，面对晚辈的不理解或笨手笨脚，我们最该修的是忍辱与随喜。忍辱不是生闷气，而是看破表象后的包容。媳妇买现成的粽子，我们欢喜接受，赞叹她的孝心，而不是挑剔没亲手包。孙子愿帮忙擦桌子，哪怕不够干净，也要笑着鼓励，而不是抢过来骂。过节祭祖，神明祖先最希望看到的，绝非丰盛却伴随吵闹的菜肴，而是一家人和气坐在一起的圆满。和颜悦色是对家人的布施，一家和睦是端午最上等贡品。用长辈的智慧慈悲包容年轻人，放下抱怨，家里的风水自然最顶级。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如何把佛法的智慧融入到今天端午节的日常里。这两个不花半毛钱，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也没有任何复杂动作的微修行，请大家一定要在心里记住。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祭祀上的规矩，其实说到底，把外在的规矩做全了，是为了帮我们在这个气场混乱的节日里争取一个平静的内在空间。而在端午节这天，在这阴阳交战最剧烈的日子里，
我们除了避开禁忌，更顺带要管住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与心。我们要把那些扬起的泥沙重新沉淀下去。老人家常常叮咛我们，端午节这天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这也是佛法里讲的善护念。首先，别乱动剪刀等锋利的物品，以免剪破了家里好不容易聚起来的和谐气场。再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别口出恶言。佛法里非常看重守口业，有时候我们为了厨房的一点小事，一句气话，一句忍不住的碎碎念，一句对另一半的抱怨，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剪刀，咔嚓一声，就把家人之间那份珍贵的和气给剪断了。你要知道，伤人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像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拔出来也会留下深刻的痕迹。最后，这一天要尽量清心寡欲，饮食清淡，避免过度激烈的情绪起伏与无谓的争吵。因为在五毒月，外在本来就热，每一次的暴跳如雷，其实都在剧烈的消耗我们自己体内那份宝贵的平和之气。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端午节祭拜的过程中，不需要增加什么繁复的仪式，我们可以顺便做2个不用花半毛钱却非常有力量的微修行。第一个微修行叫做供桌前的正念练习，这不需要你盘腿打坐。等一下，当你要准备去厨房水槽清洗拜拜用的水果时，请你先站在水槽前，停顿个2秒钟，轻轻地做一个深呼吸，打开水龙头，让水流不要太大，把手伸过去，用心去感受那股清凉的水流，轻轻冲过你指尖的感觉，去感受水的温度，然后用你的双手轻轻地、专注地抚摸每一颗苹果、每一颗橘子的果皮，感受它们表面的纹路。摆盘的时候，不要急着把事情做完，在心里告诉自己慢慢来。把第一颗苹果放好，看清楚它的位置，再稳稳地放上第2颗。各位朋友，当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洗水果、摆盘子这件小事上的时候，你脑海里那些繁杂的思绪，那些对家人的抱怨，瞬间就停止了。禅宗里常说，挑水砍柴，无非妙道。当你专心致志地把果子洗干净、摆端正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在借由这清净的水流擦拭你自己内心的尘埃，带着这种平静、庄严、没有杂念的心情去布置供桌。就在那个当下，那一刻，没有任何争吵，只有安静的专注，你其实就已经为你们家注入了最祥和、最干净的正能量了。第2个微修行叫做正午3分钟观心法。端午节当天的正午，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是一整年当中天地阳气最鼎盛，也是最极致的时候。这时候饭菜可能准备的差不多了，大家都准备要吃饭。我希望你把手边的抹布放下，把厨房瓦斯炉的火关小，离开那个闷热的空间，给自己留下短短的3分钟就好，不需要更多。找一个家里安静的角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或者是一张舒适的椅子上，轻轻地闭上眼睛。这3分钟里，你不需要做出任何复杂的动作，不求神，不问事，也不去想等一下桌上谁要坐哪里，饭菜够不够吃。你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上，那就是你自己的呼吸，去感觉空气吸进鼻腔的一点点凉意，还有吐气时的一点点温热。如果你发现眼睛虽然闭着，但心里还是有很多烦躁的念头不断地冒出来，比如，哎呀，儿子怎么还在滑？手机不去帮忙，冷气好像不够冷，会不会热到孙子？等一下要洗的碗好多。没关系，佛法教导我们，面对念头，不要去压抑它，也不要跟着念头跑，你就静静地看着这些念头升起，把这些烦恼当成是一片一片秋天的落叶，
或者天上飘过的云朵，让它们在你的脑海里慢慢地飘过去就好。你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个阳气最盛，却也最容易让人脾气火爆的时刻，你只要安安静静地坐上3分钟，找回你内心的那份定力，把这天地间最纯粹的正气稳稳地收进你的心里。相信我，当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你的眼神会变得非常柔和。这短短3分钟所凝聚的平心静气，比你去庙里排队求再多的平安符都还要管用，还要能保佑你们家今天和乐融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端午节的讲究，从顺位的次第、贡品的专属不混用、对事项的圆满追求，一直到我们日常里的关心练习，听起来也许有些琐碎，似乎有许多条条框框，但其实这全都是老祖宗结合了天地运作的规律与佛法的慈悲，用心良苦留给我们的护身智慧。一面是对外敬天地，拜拜的顺位不能乱，香炉的香火不能混，供桌上的事项要圆满，守住了这份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心，不去随意糊弄，其实就是守住了我们下半年的运势与整个家宅的安稳与福气。另一面是对内守自己，在这5毒月气场最乱的一天，我们借由洗水果和3分钟的静心，练习不动怒，不口出恶言，不消耗能量，把心收好，不让无名烦恼作祟，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气气的过节。只要你把这些规矩做对了，把那些看不见的傲慢雷区避开了，端午节这道1年里最不好过的坎，你就能带领着全家过得清清静静、安安稳稳。其实，端午节的这些老规矩与微修行，不仅是一天的仪式，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一生的生活哲学。很多长辈常常感叹，现在的年轻一辈生活方式变了，难免会担心家里的那些传统规矩会不会慢慢断在这一代。但朋友们，真正的传承从来都不是硬生生的要求孩子们举着香站在供桌前，而是让他们在你身上真真切切地看到那份因为懂规矩知次第而生出的从容与安定。当你把祭祀的每个步骤做得不疾不徐，当你在面对晚辈的生疏与不理解时，展现出温柔的包容与退让，孩子们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平静的磁场与力量。他们会明白，原来这就是家的意义所在，原来老一辈的信仰是这么让人感到如沐春风的安心。这份润物细无声的身教，比任何言语上的训斥都来得更有分量。只要我们自己先把心稳住了，不急不躁，这份属于我们的善念风水，自然就会像绵延不断的香火一样，在平凡的一日3餐里，世世代代安安稳稳地护佑着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善念的共修，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这8个字：愿家宅安宁，福慧双修。在佛教里，这叫做共业。当10000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意的祈愿，这股庞大的善意力量就会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而你今天在这里所留下的每一分善念，每一个字，最终都会在因果的循环中化作无形的祥和之气，深深的、满满的回报到你和你最爱的家人身上。这里是青灯古佛畔，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一点点帮助，或者让您在忙碌的过节准备中心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平静，非常欢迎您顺手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把这份安稳的智慧分享给您关心疼爱的亲友们。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为大家传递善知识、分享正能量的最大动力。愿您端午平安，福慧增长，我们下期再见。